们这边可能需要请求一下支援。什么情况？科长，我们这组早上分到的案子是城南那个废弃了20多年的老精神病院，那地方今年终于纳入了拆迁规划，开发商手续都办齐了，施工队也进场了，但工人只要一动工，现场立马出事。第一天，挖掘机刚开到楼前，发动机无缘无故熄了火，指尖疯了一样的转，以为只是机器故障，我们也觉得可能是设备老化，戴尔第二就见了血。一个工人在2楼拆窗户，脚底下那节窗台忽然整块塌了下去，安全绳崩断，人从2楼摔下来，不高，也就3、4米，正常来说最多扭个脚，但他落地的时候，地面上竖着根拆了一半的钢筋。第一波施工队当天就撤了，开发商不死心，又换了第2波，但工人刚把塔吊立起来，钢丝绳在无缝的情况下自己给我砸下来，砸在理工脑脑头的外面。工头说他当时清清楚楚看见那根钢丝绳不是磨断的，断口齐整，像是被什么东西一口咬断的。我们今天上午到的现场，本来以为就是普通的怨鬼作祟，想着驱一驱除了就行。但进去以后，罗盘不转，不止不燃，阴气探测器一个字都不跳。我们里里外外查了3遍，哪里干净的不像一个兄弟。所以我判断，要么这东西根本不是鬼，要么他藏起来了。本来已经准备请2组的陆青用原光术查看，但2组那边一直没回应，应该还在忙。科长，这案子我们这组暂时搞不定，需要支援。好，我们马上过来。怎么样？有什么发现吗？还是和之前一样，一点阴气都感觉不到。你们有感应到什么吗？这里的气场很奇怪，我感觉不到有怨灵或者恶鬼的气息，但又有一种说不出的压抑感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压在这片地上，让人喘不过气。我也有同感，不是鬼，但绝对不是好东西。也许要进去看看才能找到线索。大家分2组，仔细搜索一下这栋建筑，注意安全，发现任何异常立刻报告。怎么了，科长？你们刚才没有被窥视的感觉吗？你们先出去吧，这里交给我。何大，快来！大人，小的在呢。你能感觉到这里有什么东西吗？这里似乎有剑存在过的痕迹。我现在是阴帅了，也找不到，自然是能的。只是大人虽已是阴帅，能行部分阴帅之职，但必究没有册封神位。大人，您和其他10位大人关系那么好，要不请他们出手，他们对付这东西简直就是手到擒来啊！大人，其实小人还有一个方法，快说来！大人虽然没有神位，但阎罗王已经赐予了您帅印，我们只需要将那支剑引出来，到时候大人看准时机，便可以轻松将其拿下。怎么引？大人，鬼死后变成剑，而剑喜欢吞噬鬼魂来增强自己。小的打算召集几10个兄弟聚集在这里，剑闻到气味肯定会现身。何大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阴差，剑不能吃你的，对不对？大人，这和剑的实力有关系。若是他吞噬过许多鬼魂，实力强大，吞阴差也是简简单单的。不行，不能让自己手下冒这种风险。大人，我相信您绝对有能力保护我们。您在阳间新官上任，若是能一举解决此案，必定会声名大噪，直接与老牌阴帅比肩。地府的大小官员也都会高看您一眼。为了大人阴阳2界的仕途商通，我何大愿为大人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何大，你现在是什么官职？卑职乃是大人麾下签兵副统领。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的正亲兵统领了。多谢大人提拔之恩，卑职一定不负所托。你先回去召集人手，我叫你时你再出来。我已经查清了，这里有一支剑。要不我们还是先回去，商量好行动方案再来处理这案子吧。不用，你们先回去，这里交给我就行。科长，那你一定要小心应对。等一下，把我这2个主员也带走。科长，我们也要走。这里很危险，你们跟着老纪他们先回去。好吧，科长，那你自己小心。何大，出来吧。大人，您让我们守卫的城门已经被正式接替了。您吩咐的那个碾死人的车主、受害人王子航正在观看他受刑，幽灵车上的阴魂都给家人托了梦，罪魁祸首也审判完毕，正在受刑了。何大，你就这么信不过我？大人，卑职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怕有些话现在不说，以后就没机会说了。你敢！你敢！
很好，自带技能都不用冷却的。你到底是怎么成为剑的？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你不用捆我，既然被你打回了原形，我也活不了多久。所有的仇恨就这样随风消散吧。大人，此类邪物最是擅长蛊惑人心，一卑职之见，还是速速将其打个魂飞魄散，免得留下祸患。祸患？那我便让你们看看，我活着和死后都经历了什么！你们是谁？我不认识你们，放手！放开我！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人家小姑娘都说了不认识你们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这是我女儿，前几天因为一点小事跟我们吵架，赌气离家出走了。我们找了好几天才找到她，真是让我们担心死了。是啊，你这样任性离家出走，让我们怎么放心得下呢？快跟我们回去吧！你妈这几天急得头发都白了好几根。原来是家事。我不认识你们，你们是人贩子！救命啊！谁来救救我！真是不好意思，女儿大了，管不住了，我们这就带她回家，给大家添麻烦了。这是几啊？还好没被要杀，是个好的。走，咱们去给人家付钱吧。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老婆了。我们家花了大价钱把你买来，你要乖乖给我们胡家生几个儿子，听见没有？不，我不是你老婆，我是被拐来的，你们这是犯法的！进了我胡家的门，就是我胡家的人，犯法。在这地方，老子就是法，你喊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。隔壁那家也买了媳妇儿，你觉得他会来帮你？求求你放了我吧，我家里有钱，我爸妈会给你很多钱的，比我买来花的钱多得多。你们都看见了啊，这可不是我狠心，花了8000块钱买回来的。他跑一次就得打一次，不然谁家都管不住，这规矩不能坏。你说你跑什么跑？花那么多钱把你买，你就该安安分分待着。这下好了，腿断了，干活也不利索了，养你还得多费粮食。早知道买个结实点的。反正他也干不了什么活，白吃白喝的。那地方正好，关进去就出不来了。你再去派出所报个失踪，回头再跟街道办说一声他有精神病，手续弄齐全，谁也查不出毛病。我没有病，我不是疯子。院长，求您了，我不是疯子，我真的不是疯子，我是被拐卖来的。您帮我报个警就行，就打个电话，我自己跟警察说，我不跑，我不会跑的。打完电话我就回病房待着。这个世界很好。可我不想再待了，再见。